全世界面积最大的10个国家，美国的领土居然偷偷地超过了中国，排在第10名的国家几乎无人知晓，但它却是非洲大陆上的最强霸主。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一起看看10个领土最大的国家，第10名就是阿尔及利亚。这个坐落在非洲北部的国度，虽然不像它那几位网红邻居，比如摩洛哥和埃及那样备受关注，可它却是个实打实的低调王者。这个北非的巨人占据着非洲地中海沿岸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陆地面积第1大国的宝座，国土面积达到了惊人的238万平方公里，这相当于英国面积的整整10倍。就算是把法国和德国再加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面积全部加在一起，也还是比阿尔及利亚要小。阿尔及利亚虽然大约有 85% 的国土都被撒哈拉沙漠覆盖，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尔及利亚只有无尽的沙海。事实上，它拥有极其多变的地形，从地中海沿岸的肥沃平原，到巍峨的阿特拉斯山脉，再到撒哈拉沙漠深处的荒凉景象，几乎涵盖了你能想到的一切地貌类型。虽然很多人对这个国家了解不多，但它其实是非洲的第2大经济体，仅次于南非。它的地下不仅蕴藏着非洲第2大的、全球排名第14的石油储量，因此被称为北非的油库。此外，它还是全球第10大天然气储量国。第9名，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国土面积达到了272万平方公里，比整个西欧的面积加起来还要大。这里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连续陆地边界，就是这片辽阔的土地横跨了从北部的西伯利亚针叶林到南部的天山山脉的广袤景观，还有无尽的草原与沙漠。可以说，哈萨克斯坦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像是一个浓缩版的欧亚大陆。哈萨克斯坦不仅在地理上雄居一方，更是中亚地区的经济霸主。它的矿产资源之丰富，宛如一名矿产富豪。比如说，哈萨克斯坦是全球最大的油生产国之一，贡献了全球超过 35.6% 的油产量。此外，它的铬、铅、锌等多种矿藏也位列世界前茅。不仅如此，哈萨克斯坦还是全球第6大粮食出口国和第1大面粉出口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粮仓。第8名，阿根廷。阿根廷是南美洲面积第2大的国家，广袤的土地覆盖了约278万平方公里。从北部的热带丛林和肥沃的潘帕斯平原、布宜诺斯艾利斯平原，到南部荒凉却壮丽的巴塔哥尼亚平原，再到西部高耸入云的安第斯山脉，这里简直是地理爱好者的天堂。你甚至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南半球和西半球的2个极端。位于安第斯山脉的阿空加瓜山海拔高达6959米，是美洲的最高峰，而炭湖则低于海平面105米，是西半球的最低点。更有趣的是，阿根廷还拥有世界尽头的城市乌斯怀亚。这座城市坐落在火地群岛的南端，是通向南极洲的重要门户。当然，提到阿根廷，怎么能不说足球？这是一个孕育传奇球星的地方，从马拉多纳到梅西，阿根廷足球的历史如同一部充满激情与荣耀的大片。第7名，印度。它是亚洲面积第3大的国家，不得不说，它不仅有着古老的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有着现代的经济成就和惊人的发展速度，以及令人瞩目的科技创新。当然，还有无数让人捧腹或感到离奇的新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正不断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说到印度，最绕不过去的就是人口问题。印度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还在持续增长。2023年4月，印度人口突破了14亿大关，正式超越了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与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相比，短短12年时间里，印度新增了 2.1 亿人口，这个增幅相当于多了一个巴西。印度的生育率据说正在逐年下降，但依然比其他国家要高得多。2022年的数据显示，印度0至4岁的儿童人数达到了 1.13 亿。这个数字不仅是中国同龄段儿童数量的2倍，甚至比埃及、德国、英国的总人口都要多。当然，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庞大的人口让它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国家的目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用印度现任总理莫迪的话来说，一个拥有8亿年轻人的国家，有什么奇迹是不能创造的呢？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6大经济体，与英国和法国并驾齐驱。第6名，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地球上唯一一个独占整个大陆的国家。这片辽阔的大陆以76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稳居世界第6大国的宝座。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的经济都以其强大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出口闻名全球。你可能听说过骑在羊背上、坐在矿车上、手持麦穗的国家这些形象比喻，这可不是随便说说。澳大利亚是世界10大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尤其在矿业领域更是世界级巨头。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之一，它与巴西合力垄断了全球市场近80%的份额。这种矿业的庞大贡献推动了澳大利亚经济的腾飞，使其国内生产总值在2022年达到约1600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13，人均 GDP 也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第5名，巴西。国土面积达8515767平方公里的巴西，是一个无愧于世界之最称号的国度。这个南美洲的瑰宝不仅在地理奇观上独占鳌头，其经济和文化力量更是深深影响着全球。谈到巴西，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那片广袤无垠的绿色海洋——亚马逊雨林。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的亚马逊雨林，不仅是全球最大热带雨林，也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树木和植物种类数以万计，蕴藏着450万立方米的珍贵木材，总价值高达1.7万亿美元。亚马逊河全长6751公里，流经巴西广阔的国土，最终汇入大西洋。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宽广的河流，亚马逊河的流域面积超过700万平方公里，占南美洲总面积的40%，拥有超过500条支流以及总长25000公里的通航河道。这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航运网络，还为巴西带来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在巴西的广袤疆域内，还坐落着世界第1大的平原——亚马逊河平原，面积广达30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据了巴西国土面积的1/3。再加上伊瓜苏瀑布，这座瀑布宽度达到4公里，高度足有82米，景象极为壮丽。它每秒的流量高达1751立方米，这样的水量连尼加拉瀑布都比不过它。另外，在内格罗河流域还有阿纳维利亚纳斯群岛，它由超过700个岛屿组成，是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群岛。可以说，巴西是地理奇观的宝库，无论是浩瀚的雨林、宏伟的瀑布，还是广袤的平原和神秘的群岛，都让人叹为观止。第4名，中国。中国地处东亚，总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15。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样的大小几乎能覆盖整个欧洲的94%。要是把澳大利亚放进中国，竟还能再留出200万平方公里的空地。中国的东西跨度达到5200公里，南北跨度更是达到5500公里，这相当于从英国伦敦跨越大西洋直达美国纽约的距离。假如你乘坐民航飞机，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飞行，从中国的最北端飞到最南端，竟然需要超过6个小时。中国不仅地域广阔，而且地形地貌极为多样。地球上有11种主要的地貌特征，而中国就拥有其中的10种。全球8000米以上的12座山峰，中国拥有7座。这些山峰如同天际线的王冠，雄踞亚洲大陆的高处。中国的地理奇观堪称全球之最，其中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无疑是其中的王者。这个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原，不仅是地球上最高的高原，也是全球气候和生态的重要调节器。它孕育了亚洲的主要河流，包括中国的大动脉长江和黄河，滋养着大半个国家。说到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无疑是上面最璀璨的明珠。珠穆朗玛峰高达8848.86米，作为地球的最高点，这里是登山者毕生的梦想，也是地理奇观的巅峰所在。当你站在峰顶，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蓝天。而在经济领域，中国更是全球一颗耀眼的明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2大进口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科技创新方面，中国也毫不逊色。作为全球最大互联网用户市场，中国的网民数量超过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 远超整个欧洲的总人口。中国在 5G 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这些前沿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天宫空间站和嫦娥月球探测计划更是充分展现了中国探索宇宙的雄心壮志。中国这个充满奇迹的国度，不仅以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壮丽的地理奇观令人叹为观止，也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持续的科技创新，在全球舞台上独领风骚。第3名，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总是充满了惊喜和争议。一直以来，美国在世界领土排名中的位置都被认为是第4，但近年来通过最新的测量，它的领土面积竟然增加了半个英国的大小，达到了963万平方公里。这使得美国突然晋升为世界第3大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当时的测算技术还不够精确，美国的领土面积估算可能存在误差。如今借助先进的卫星测绘和地理信息系统，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加精确。此外，美国在这次测量中还改变了计算方式，将与加拿大共有的5大湖的面积全部计入了自己的国土面积。这一操作也为其总面积的增加贡献了不少。其次，美国的海外属地也是领土扩展的秘密武器。波多黎各、美属萨摩亚、关岛等地虽然不完全属于美国本土，但在实际管理上都归美国管辖，因此美国将这些地区的面积也计算在了总数中。再加上密西西比河、科罗拉多河等河流由于泥沙沉积形成的新的冲积平原，以及夏威夷因火山活动新生成的土地，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让美国的领土面积逐渐扩大。除开争议的部分，美国这个当今世界唯一承认的超级大国的确涵盖了丰富的地理奇观，在经济实力方面堪称硬核王者，尤其是在经济这个赛道上，美国的霸主地位无人能撼动。紧随其后的第2名就是加拿大，我们的亚军选手加拿大闪亮登场。加拿大的国土面积达到了998万4670平方公里，它可是所有发达国家里地盘最大的那一个。加拿大的自然支最多到数不过来，比如说这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就属于加拿大，总长度超过20万公里，足足是地球赤道的约5倍。不仅如此，加拿大还是个湖泊王国，拥有31752个湖泊，这个数量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湖泊的总和还要多，其中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湖泊就有42个。加拿大的淡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它拥有全球大约20%的淡水储备量，淡水水域的总面积达到了89万1163平方公里，堪称地球的水塔。第1名俄罗斯最后登场，现在让我们揭开冠军国的神秘面纱，一起走进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然大物。俄罗斯作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超过了171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2个欧洲那么大，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8。从西伯利亚的冰封荒原到南部的广袤草原，俄罗斯的每一片土地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尽管地处寒冷的北方，但俄罗斯却拥有全球1/5的淡水资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贝加尔湖，它是世界上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深达1642米，足以容纳5大湖的总和。不仅如此，俄罗斯的森林覆盖面积也是全球之最。广袤的针叶林几乎覆盖了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20%。这些森林不仅是地球的肺，还是全球最重要的木材供应地之一。有意思的是，由于俄罗斯从东到西跨越了整整9000公里，合计跨了足足11个时区，所以当俄罗斯东部的马加丹市民们已经迎来了新的一天的曙光，准备开始他们的捕鱼和狩猎时，而西部的圣彼得堡才刚刚沉浸在午夜的钟声中。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今天介绍的10个最大国家，哪个更让您印象深刻呢？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